一个饲养池里就饲养着200多条价值不菲的黄化银龙，单单一个饲养池里的黄化银龙就能让老板实现财富自由。当我们在玩锦鲤的时候，在泰国人家已经玩起了龙鱼，每一条黄化银龙的体长基本都在50厘米左右。高回报的前提还要承担风险和付出。饲养黄化银龙的饲料都是活幼虫，一个饲养池一餐就要投喂20斤的蟋蟀，一天要投喂2次，所以不是一般人能养得起的。露天的饲养池大约2000平方米，同时划分出多个饲养池对龙鱼不同品种和周期的饲养，只有活诱饵才能激起龙鱼的进食。凡是饲养池里的黄化银龙体长达到50厘米都可以正式上市销售。龙鱼的下巴都有2条胡须。饲养黄化银龙必须放在灯光照射下，或者把它放到阳光下饲养。为了能让黄化银龙接受光照，同时节约电力，老板选择在露天里饲养。不仅可以使黄化银龙接受自然界光照，而且这样饲养可以让黄化银龙更加黄得更加自然。当然，这些蟋蟀也是他们自己人工饲养的，这样也节约了很多成本。在另外一个饲养池里还进行了杂交培养，金龙鱼和黄化银龙的杂交。当然，这些培养出来的龙鱼基本上都是用来观赏，毕竟当成食用鱼，价格也太昂贵了。在鱼类资源丰富的亚马逊河流域，当地的土著人民却把龙鱼当成蛋白质的来源，而我们却把它当宠物供养着。泰国老板早已察觉这种先机，开始大量培育和饲养龙鱼。当然，他们吃的饲料都是一视同仁，都是自己培养出来的活蟋蟀。龙鱼属于肉食性鱼类，只有活诱饵才激起它们抢食，这样才让它们保持活力。老板之间为了获得更多的龙鱼饲养经验，他们会互相之间进行交流。为了避免太阳直接暴晒使得水温过高，在饲养池上方搭建了一层薄薄的遮阳布，饲养池还用防水薄膜进行隔离，避免了泥土和一些杂质对水质的污染，这样更好对水质的控制，同时更容易更换和循环饲养池里的水。每个饲养池都会饲养着不同周期的龙鱼，投喂的饲料都是活蟋蟀。龙鱼适合在弱酸性的水体中生活，水的温度大约在25摄氏度到28摄氏度。龙鱼对水温的任何微小变化都非常敏感，水温过高或过低都会引起它们的恐慌或生病。在另外一个饲养池里饲养着浅红色的龙鱼，只有饲养出不同品种的龙鱼才符合市场不同客户的需求，这样也会大大的提高它们在市场里的竞争力。不同的龙鱼上市的体型规格都有所不同，这种龙鱼体长40厘米就可以满足客户的要求。这个饲养池里饲养着高背红尾金龙鱼，它是经过背金龙与红尾金杂交出来的亚种。虽然水质非常清澈，但从上方很难看出它的颜色，不像黄化银龙一眼看去就非常明显。每个池内饲养的龙鱼基本上在200条左右。当然，饲养龙鱼的环境必须选择温度合适的地方饲养，特别是在室外的池塘，池内的水温很难通过人工调节温度，而泰国的气温对于养殖龙鱼有先天的优势条件。室外的池塘对于饲养龙鱼成长的速度也是非常的快，只需要半年的时间就能从幼苗成长到40到50厘米的成年龙鱼，而在室内的鱼缸里至少要1年以上才能长到这般的体型。投喂的活诱饵蟋蟀都要经过称重才能进行投喂。这个饲养池饲养着1个半月的龙鱼，龙鱼的体长在20厘米左右。虽然龙鱼的体型还是幼年，但由于它还处于生长的阶段，所以投喂饲料的食量跟成年的龙鱼一样。为了促进龙鱼养殖经验，老板之间都会到各自的养殖场地互相交流。每个水池都有自己的管道对水质的过滤，胶框内会有棉花过滤水里面的青苔，过滤过的水会重新流到饲养池里。在另外一个饲养池里饲养着只有1个月大的龙鱼。龙鱼不是素食者，从幼鱼到成鱼，它们都需要吃动物的饵料，但不可以喂养单一的饵料，所以老板都会制定一份营养丰富的菜单，以确保龙鱼的营养平衡。从他们交流过程中的笑容可以看出，他们饲养龙鱼从中获取巨大利润。从穿着和打扮就已经透露出他们的身价，毕竟成功人士才会戴名表。这里的龙鱼基本上销售到中等发达国家，只有这些国家的人民才有闲钱把龙鱼当成宠物供养。2000平方的室外饲养池，半年就可以向市场提供2000条不同品种的龙鱼，卖的最多还是银龙鱼和金龙鱼，其次是黄化银龙。50厘米的龙鱼基本上在1000元以上，价格最昂贵的莫过于过背金龙鱼，特别是子底过背金龙鱼，价格基本上在8000往上。站在风口上的人已经发家致富了，毕竟在风口上的猪也会飞。池内的龙鱼像极银龙鱼，但它不是银龙鱼，是杂交出来的一种新品种，比银龙鱼的价格还要贵上一点。每个饲养池都会有源源不断的氧气进行供应，以确保龙鱼不会因为缺氧而死亡。室内还有一套的过滤系统，经过过滤器流入澄清池，池内也会放有珊瑚来增加 pH 值，用最自然的方法使水体处于弱酸性，接着再经过过滤器流入池内。蟋蟀也有他们一套的养殖方法，
蟋蟀是由另外一个厂家提供的，室内还有鱼缸，对不同品种的龙鱼提供欣赏参考。当然，这也是他们品种改良的一种方法。上等的龙鱼品种都会在鱼缸里供养着，等待客户挑选。小男孩手持一根木棍扒拉起趴在淤泥地里的螃蟹，突然变得异常兴奋不已的大青蟹立马举起双钳进行反击，然而一双巨钳却敌不过一根木棍的打击，随即让大青蟹自己的后门漏了风，最后只能乖乖地接受酸菜脚的按压，还要被一根粗壮的尼龙绳捆扎成一只可以上市售卖的大闸蟹。捕捉大青蟹非常讲究从背后偷袭的技术，就算有了木棍的加持，如果没有异于常人的捕蟹技术，还真不好对付持有一双巨钳的大青蟹。而拥有4年捕蟹经验的7岁小强，从3岁起便师从库里拉到现在已经成长为了捕蟹界的一名高手。行走在红树林的淤泥地里，如果没有过人的本领，小强是不敢私自前往探索暗藏大量生猛海鲜的红树林。但凡遇见腐朽木头的底部，他都要用捕蟹棒往里面捣鼓一番。而对于满地的肥美螺钉，却没有正眼多看一下。有朽木坐滩的地方，99%必定会隐藏着螃蟹在其中。小强围绕着木头周边，正在用木棍进行探测。没有意外的意外，立马发现一只潜藏在最底部的大青蟹。狭小的缝隙让小强不敢强行伸手入内进行捕捉。随着大青蟹被木棍给扒拉出来之后，立马再将螃蟹的位置进行摆正，随即用手抄了它的后门，轻松便将今天的第一只大青蟹给捕捉到手。小强随即使出了单手捆扎术，很快便将其捆绑得老老实实。如此这般厉害的捕蟹手法，犹如小刀划定，让人大开眼界。在将大青蟹身上的淤泥彻底清洗干净之后，随即马上入袋为安。此刻在刚退潮的红树林里是捕鱼摸蟹的最好时机。身穿17号球衣的小强不会放过任何能够给他带来收获的淤泥地，遇见有水的坑洞就会用木棍捣鼓一番，而且每走一步都会习惯性的使用木棍往淤泥里进行探测一番。此时就在不远处发现腐朽木头的下面一只正在独自偷欢的大青蟹，然而等待他的将会是一顿凶猛的棍棒教育。经过一番你来我往的相互碰撞，高举双钳的大青蟹还是斗不过手持木棍的17号捕蟹人。棍棒之下无逆子，拳锤之下无逆天。最后小强使出了独门绝技擒拿手，一举将其擒获。等待着他的又是一根粗壮尼龙绳的五花大绑。熟练的绑蟹手法深得师傅真传，3下5除2便将2只张狂的蟹钳给绑得无法动弹。这等体型最少得有个半斤8两才算得上一只合格的大青蟹。最后将其送入网兜内，这里才是他的最好归宿。小强继续使用一根木棍进行探雷式的捕蟹，此刻让深藏淤泥当中的大青蟹感受到了后背在发凉，再加上地毯式的搜索前进，任何在他眼前走动的螃蟹都会无所遁形，并且在有积水的坑洞里，只要用木棍多捣鼓几下就会有奇迹出现。此刻比起探雷针还要精准的木棍，果然又探出一只带有几分姿色的大青蟹。然而习惯了横着走的螃蟹被突然捅出了水坑，多少都会有点不服气，但这又能怎么样呢？还不是给按压在淤泥当中吃土。到最后也只能被小强直接抄了后门，轻松将其捕捉到手。然而刚抓到手没几秒钟，此刻又重新被单脚按压在地上摩擦一番的大青蟹，只好将始终处在攻击阵位的巨钳交给尼龙绳进行捆绑，手拿一根木棍前来捕捉大青蟹，果然特别好使，能够避免埋藏在淤泥当中的巨钳攻击，还能用于驱赶和镇压想要跑路的螃蟹，让锋利的巨钳没有任何用武之地。这就是小强在捕捉螃蟹时的独门武器，任何东西都取代不了这一根小小的木棍。将大青蟹捕捉到手，那是分分钟的小事。在收获到第4只大青蟹之后，陆玉一根空心的原木静静地躺在淤泥当中，这可是红树林螃蟹最喜欢蜗居的地方。果然里面就隐藏了一只巨蟹，但由于这只大青蟹隐藏得太过于深藏不露，小强手拿半米长的木棍也很难够得着。聪明的小强只好去到另一边继续往里面进行捣鼓，然而来回的折腾却始终等不到大青蟹自动自觉地爬出洞口。在没有办法的情况下，又将原木的后方淤泥挖开，腾出更多的地方。之后小强这才继续拿起木棍往里面又是一番捣鼓。随着木棍一来一回的不断深入到洞穴里面，隐藏在其中的大青蟹很快便顺着泥土被一步步的逼出洞口。眼瞅着时机已经成熟，小强又立马快速的跑到螃蟹跟前，继续用木棍将其给扒拉出来，随即再次使出一招10拿9稳的擒拿手法，最终将这只半斤8两的大青蟹轻松拿捏在手。生活在海边的当地渔民基本上只会从事捕鱼摸虾的工作，靠海吃海的观念已经在他们的脑海中根深蒂固。小强为了养家糊口，一门心思将精力放在了捕捉螃蟹上，读书对他来说已经提不起兴趣，唯有赚钱才是他的首要目的。
偌大的红树林里可不止这几只大青蟹，而刚捕捉到的5只大青蟹就起码得有个5斤重，但此刻却足以让他赚到了今天的生活费。